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这里的人已经没有人性了，他们是永远吃不饱的怪物，和那些垂涎他们皮肉的饲主。那些来的人都是这里的熟客了，基本上每次来都会叫我们7、8个姐妹陪着玩。不过这个人每次带来的人也都不一样，花样也是千奇百怪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几个姐妹脱光了坐成一片，然后那些男人竟然把我们当成了酒壶，让我们用身体给他们变着花样的喂酒。还有一次，随着一段匿名采访得知的线索，2013年10月，一个年轻的记者佩戴着微型录影机走进了一家外表低调的夜总会。虽然门脸很不起眼，可它却开在了郑州寸土寸金的 CBD 商业区的内环。这座夜总会叫做皇家1号会所。刚一进门，就有一个长相清纯的姑娘走过来，热情地招待了她。姑娘身穿精致的礼服，开得很低的深 V 短袖让记者小林脸色一阵发红。这女孩虽然年纪不大，可却表现得十分热情，初具规模的胸脯不停地在小林的胳膊上蹭，而被称呼为老板的小林骑虎难下，只好像是被牵着鼻子的肥羊一样，被这小姑娘拉进了这家夜总会。女孩是这家夜总会的服务员，可她更像是邻家女孩一般，和路过的各种男人打着招呼。几个急色的男人还在路过女孩的时候，偷偷打了一下女孩的屁股，而女孩只是娇笑一声，并不在意。很快，小林就被带到了一个昏暗的房间。当女孩打开灯后，屋子的金碧辉煌晃得小林有些睁不开眼睛。女孩轻声在他耳边说：“老板，你先歇一下，我去叫几个妹妹来陪你一起玩。”随后就轻颤着马尾出了屋子。没过几分钟，一排靓丽的美人就出现在了小林的面前。她们穿着各式的短裙，配合布料极少的吊带上衣，尽情地在小林的面前展露着自己的风情。小林记者表面装作不动声色地望着这些年轻的美女，那白花花的大腿和深深的沟壑让他有些喘不上来气，而他却装作淡定的模样，对领来一众美女的服务员说道：“我听朋友说你们这里有更好玩的，能带我见识一下吗？”那服务员对小林会心一笑，只要老板钱带够了，这里当然还有更好玩的等着你。说罢便拉着小林的手将他带到了楼上。楼上的装修更加的豪华，甚至可以说是奢侈。透着墨绿色的玉石地板映衬着豪华吊灯的光辉，一幅幅名画点缀两旁，偶尔路过的姑娘也都是各种美人，莲步轻摇，摇曳生姿，气质就与楼下的人不一样。这让本是普通人的小林有些不知所措。不过一旁的服务员好似见惯了第一次来的人都是这个模样似的，轻轻地推着小林来到了一个豪华包厢中。包厢里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各种名贵的洋酒，绚丽的灯光，暧昧的音乐充满了桃色的味道。而小林记者看到价目单后顿时清醒了过来，并且这价格让他眉头直跳。普通的饮料100元起，而各种酒水几万到10几万不等，再算上这些年轻的女孩的出台费，难怪那服务员要说得带够钱才行。随后，当小李以没有相中这里的小姐为由得以脱身后，几个戴着墨镜的保安还虎视眈眈地把他送下了楼。出了夜总会，小林才发现，此时他已经被冷汗浸湿了上衣。短短几分钟的体验，就让他觉得皇家1号有着不小的问题。不过此时他并没有离去，小林还要去见一个人，他的采访还没有结束。
不多时，按照之前约定好的，在一个幽暗的胡同里，小林见到了一个浑身是伤的女孩。女孩并没有透露姓名，全程采访也都是站在阴影里。至于选到了这里见面，女孩的意思是说，这夜总会里的人背景太大，有人的地方就不安全。女孩原本是这家夜总会的一名出来兼职的大学生。按照这里的规矩，陪酒的小姐分为红牌和绿牌两种。绿牌小姐会有偿地陪客人喝酒、唱歌、玩游戏，但是不会和客人出去乱搞。每次出台都会有最低400元的小费，其他并没有什么提成，工资也是1日1结，一晚赚上千元是很容易的。而红牌小姐就厉害了，基本上是模特演员一类的，不仅样貌更出众，而且玩的也更大。红牌小姐不仅可以陪客人出去开房，甚至可以在包房里随便坐，随便欺负侮辱，就像是客人在这里圈养的奴隶一样。用女孩的话来说，除了命都不是自己的。不过他们的收入却多得吓人，不仅在客人的那里可以拿到大笔小费，酒水和客人的消费也会分红牌小姐30%。而且他们推荐了新人入圈，还有推荐费，一个人1万块。就在前不久，听说因为客人把一个红牌搞怀孕了，特意拿出来100万作为补偿费。有的红牌小姐1年内甚至可以赚到上千万元。小林默默记录着女孩的话，这时他转过话题，问女孩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。女孩惨淡地笑了笑，是里面的那些畜生。我本来是兼职的绿牌小姐，可有一晚，我正陪着客人喝酒唱歌，本来忍受着他们的骚扰抚摸，却要强颜欢笑，已经够让我觉得累的了。可他们其中一个架子特别大的男人带来了一种药丸，倒进了酒里，然后让我们都喝掉。我不敢喝，他们就让那帮红牌小姐按住我，然后直接给我灌了下去。我的精神开始变得亢奋，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。我记得酒喝了很多，男人们也越来越放肆，开始脱我的衣服，揉我的私处。那时我有些生气了，想要离开这里，可身旁的男人却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，然后又给我灌了一杯白色的什么东西。随后就是一阵强烈的刺激感传来，伴随着的是一阵阵空虚。我知道那是催情的春药，可是依旧不能控制自己。我当时已经不清醒了。接着屋子里的男人也都吃下了什么药，然后就狞笑着等我亲自送上门，对他们渴求索取。当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，那间屋子里已经没有人了，垃圾和我都被随意地丢在地上。屋子里恶习的气味让我现在还觉得恶心。我摇晃着找到了主管，让他告诉我那晚的男人是谁。我想要报警抓他，可主管却笑我幼稚，说那些人警察都惹不起。直到那时我才发现这里竟然如此恐怖。随后我感觉我的下面一阵剧痛，然后就被送进了医院。医生说我阴道破损，子宫脱落，以后再也不能生育了。两人的对话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女孩临走时给了小林一本员工内部的培训手册，紧接着胡同里的小林陷入了漫长的沉默，像这漆黑的夜一样压抑的可怕。手册上要求女性员工青春靓丽、思想开放、勇于挑战自我、为现场增添气氛等等。除了对员工的固定培训外，还有着一些皇家1号的各大卖点。据上面描述，皇家1号会所是由脸谱集团耗资2亿，花费1年时间打造的超豪华娱乐会所，营业面积15000余平米，拥有豪华包间156间，
英国原装进口顶级音响设备。几日后，报道一经发出，如同投入一潭死水中的石子。这奢靡的销金窟引起了全国各地网友的纷纷讨论，也让上级领导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于是中央派来专案人员秘密调查。可当时这夜总会的风头已经如野火燎原之势，收不住了。根据众人零星的线索拼凑出来的，都有厚厚的一大本。很快，证据链就被收集完整。警方也从异地调警，开始了抓捕行动。2013年11月1日，皇家1号会所外依旧停靠着数不清的豪车，而这时，大批全副武装的特警已经将皇家1号会所层层包围了起来。放眼望去，黑压压一片，全是警察。这次行动，警方出动了不止1000人。而发现有警察出现，皇家1号内的所有人都显得十分慌乱，到处都可以看到想要逃跑的人。奈何警方已经封锁了所有出口。经过几个小时的抓捕搜查，皇家1号里的客人与所有工作人员全部被捉拿。由于人数太多，警方只能分批次将所有人带回调查。而被抓捕的人中，一名公关经理竟然还敢大胆放言：今天你们把人带走的，明天你们就得原封不动地把人送回来。现场群众称，仅仅那些小姑娘就装满了不止10辆大巴，这些女孩基本都是超短裙与小礼服。不知外面寒冷的空气有没有让他们有一些稍微的清醒。根据警方通过对会所的账目统计分析，发现皇家1号的年营业额竟然达到了惊人的3个亿，而这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于私下里的灰色收入。黄赌毒样样俱全。短短1年时间里，此会所就招募了4500余名公关小姐，而交易记录竟然都明确地记录在册，而充值记录更是触目惊心，每日充值50万元的贵宾竟达上百人。即便是消费如此之高，皇家1号竟然还是人满为患，其中深意大家可自行体会。虽然警方成功地端掉了这个业内号称中原第1大会所的非法窝点，而可惜的是，这次案件的最重要嫌疑人却没有抓到，也就是皇家1号的大老板高兴武。警方怀疑内部有人提前通知了高兴武，才让他有了逃跑的机会，而这也是异地调警的原因。2015年5月，此案经过审判，皇家1号11名高层人员因犯组织卖淫罪与非法经营罪罪名成立，其中2位首要犯人被判处无期徒刑，其余9人被判处10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处以8万到100万元不等的罚款。至此，曾经的一代娱乐帝国彻底崩塌。2016年2月，官方人民公安报首次公开了此次案件保护伞追责情况，共抓获刑事犯罪嫌疑人260余名，查扣追缴赃款赃物价值近3亿元人民币，查处受贿索贿、徇私枉法、参股赌场等违纪违法公安民警152人，检察官3人，其中团、处级官员26人，科级及以下官员129人，收缴违纪资金800余万元人民币，并且事后官方依旧怀疑还有没被抓出来的嫌疑公职人员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